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周前，王主管敲响了我的工位。小陈，有个好消息。他压低声音说，隔壁天成科技那边有个紧急项目，需要我们派个技术骨干过去支援15天。我推荐了你。我愣了一下，戒掉。对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。天成科技是行业标杆，你过去能学到很多东西。而且，王主管神秘地眨眨眼，听说他们给借调人员的补贴很丰厚。我心里一阵激动。入职3年来，我一直在这个小部门里做着重复性的工作，很少有机会接触更高层次的项目。什么时候开始？我问。明天就过去。项目比较急，你今天把手头的工作交接一下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把所有工作都安排妥当了。王主管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好好干，别给咱们部门丢脸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到了隔壁的天成科技大厦。说是隔壁，其实就隔着一条街，2栋楼遥遥相对。天成科技的前台小姐很客气：“陈先生是吧？刘经理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”刘经理是个30多岁的女士，干练精明。她给我介绍项目情况，这是我们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听王主管说，你在系统集成方面很有经验。我点点头，做过几个类似的项目。那太好了。刘经理递给我一份资料，这是项目的技术要求，你先熟悉一下，明天正式开工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家里仔细研究了项目资料，这确实是个很有挑战性的项目，涉及到多个系统的对接和数据同步。我越看越兴奋，感觉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工作机会。在天成科技的15天，是我工作以来最充实的时光。项目组有8个人，除了我这个外援，其他都是天成的核心技术人员。一开始我还有些紧张，担心跟不上他们的节奏，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小陈，这个接口的设计很巧妙啊！项目组的技术主管老张看着我写的代码，赞不绝口。之前我们一直在这里卡壳，没想到可以这样解决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也是碰巧想到的。不，这不是碰巧。刘经理走过来，这说明你对业务逻辑的理解很深刻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在原来的公司，我的工作更多是按部就班，很少有机会发挥创造性。但在这里，每个人都被鼓励提出自己的想法，项目进展得很顺利。我们经常加班到很晚，但没有人抱怨。办公室里总是充满了讨论声和键盘敲击声。小陈，你考虑过跳槽吗？有一天午休时，老张突然问我。我摇摇头，没有。我在原公司待得还挺好的。那可惜了。老张叹了口气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应该有更大的舞台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但心里确实有些触动。项目的最后2天，我们连续通宵达旦，系统测试的时候出现了几个 bug， 大家都很紧张。李总也亲自到项目组来了解情况。怎么样，能按时上线吗？李总问刘经理。陈师傅正在处理最后一个问题，应该没问题。刘经理指着正在调试代码的我。李总走到我身边，看了看屏幕。小伙子，辛苦了。应该的，李总。我头也不抬地回答。半小时后，最后一个 bug 被修复，系统测试全部通过。太好了！刘经理高兴地跳了起来。陈师傅，你真是我们的救星。李总也很高兴，当场决定给项目组每个人发奖金。我这个外援也有份。小陈，谢谢你这15天的辛苦。李总握着我的手说，
有机会一定要常来。回到原公司的第一天，我心情很好。15天的戒掉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，也增强了自信。我甚至在考虑，是不是应该主动向王主管申请，多参与一些这样的项目。但一到办公室，我就感觉到了异样的气氛。同事小马看到我，欲言又止：“小峰，你回来了，项目做完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这15天收获很大。”小马的表情很奇怪：“你没收到人事部的通知吗？”“什么通知？”我一愣。“你自己去看看吧。”小马指了指公告栏。我走过去一看，顿时傻眼了。公告栏上贴着一张通知：员工陈晓峰自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连续旷工15天，现予以通报批评，并按公司规定扣除本月全部工资，如有异议，请到人事部说明情况。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旷工？我这15天明明是在隔壁公司做项目。我立刻冲到王主管的办公室。王主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把通知单拍在他桌上。王主管看了一眼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你去人事部问问吧。您不是亲自安排我去戒掉的吗？我有些激动。戒掉？王主管装作很困惑的样子。我什么时候安排你戒掉了？我彻底愣住了。3周前，您亲口跟我说的，让我去天成科技支援项目。小陈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王主管摇摇头。我从来没有安排过什么戒掉。我感觉天旋地转，这怎么可能？明明是他亲自安排的。那我这15天在天成科技的工作呢？我结结巴巴地问。你在天成科技？王主管一脸吃惊。你怎么能私自到别的公司去工作？这不是违反公司规定吗？我彻底明白了，王主管是在推卸责任。我怒气冲冲地走向人事部。张经理正在办公室里喝茶，看到我进来，脸上露出公式化的笑容。陈晓峰，你来了，是为了旷工的事吧？张经理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这15天是在隔壁天成科技做项目，不是旷工。天成科技？张经理翻了翻文件。我这里没有任何戒掉的记录，是王主管口头安排的。口头安排？张经理笑了。陈晓峰，公司的任何人事调动都必须有书面申请和批准，没有正式的戒掉手续。你私自到别的公司工作，这就是旷工。我急了。但是王主管确实安排我去的，你有证据吗？张经理反问。我掏出手机，想找聊天记录，但翻遍了所有的对话，确实没有任何书面记录。当初王主管都是当面说的，我也没想到要录音。你看，你拿不出任何证据。张经理合上文件夹。而且，就算真有这个安排，你也应该先到人事部办理相关手续。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按规定处理。那我找王主管来证明。我说，我已经问过王主管了。张经理淡淡地说，他说没有安排过什么戒掉。我感觉胸口像被重锤击中。王主管竟然完全否认了，这不公平。我拍桌子，我这15天确实在工作，为什么要被认定为旷工？陈晓峰，请注意你的态度。张经理的脸沉了下来。事实就是事实，你连续15天没有在公司出现，这就是旷工。至于你说的在别的公司工作，那只能说明你违反了公司的规定。我彻底绝望了，他们这是要联手整我。我要申诉。我最后挣扎道：“可以按程序走。”张经理冷冷地说。但在申诉结果出来之前，处罚决定继续执行。我冲出人事部，在走廊里踱步，
申诉？向谁申诉？王主管是直接责任人，现在他翻脸不认账。人事部是执行部门，他们只认书面文件，在网上就是公司高层了。他们会为了一个小员工去质疑部门主管吗？我越想越愤怒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负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跑遍了公司的各个部门、工会，这属于人事纠纷，建议你先走内部申诉程序。总经理办公室，请先提交书面申请，我们会安排时间审理。法务部，从现有证据看，你确实没有履行正常的借调手续。每个人都在踢皮球，每个部门都有他们的规定。我感觉自己像个皮球，被踢来踢去，就是没有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。更可气的是，王主管现在看到我就躲。有一次我在电梯里遇到他，他竟然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。王主管，您真的要这样吗？我拦住他，小陈，你这样做对大家都不好。他叹了口气，人事部的决定已经下来了，你就接受吧。这个月的工资没了就没了，下个月好好工作。可是您明明……我什么都没说过。他打断我，走进了电梯。我站在电梯门口，看着数字一层层跳动，心里彻底凉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又去了人事部。张经理看到我，脸上明显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。陈晓峰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就想要个公道。我声音有些颤抖。公道？张经理冷笑，你私自到别的公司工作，还要什么公道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，公司可以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。我浑身一震，他们这是在威胁我。走出人事部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愤怒和绝望。在这个公司待了3年，我以为自己已经是团队的一份子，没想到在利益面前，所有人都可以翻脸不认人。我坐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，盯着手机屏幕发呆。突然，我想到了一个人，李总。天成科技的李总对我印象很好，最后一天还特意来感谢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那边有我工作15天的完整记录。我翻找着通讯录，找到了刘经理的电话，但转念一想，这种事情找刘经理可能不合适，应该直接找李总。可是我没有李总的联系方式。我想起那天在天成科技的前台，李总的名片放在一个精美的名片盒里，我记得上面印着他的手机号码。对了，我可以打天成科技的前台电话，让他们转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拨通了天成科技的总机号码。你好，天成科技。你好，我想找李总，请问您是？我是陈晓峰，之前在你们公司做过项目的，请稍等，我帮您转接。电话里传来了等待的音乐，我的心跳得很快，手心都出汗了。你好，我是李总。电话里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我深吸一口气。李总，我是陈晓峰，之前在您公司做过15天项目的。哦，小陈。李总的声音立刻热情起来。你好，你好，那个项目多亏了你，现在运行得很稳定。怎么了？我的眼眶有些湿润，终于有人记得我这15天的付出。李总，是这样的，我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。我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想请您帮个忙。我们公司人事部说我那15天是旷工，要扣我全月工资，您能帮我证明一下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李总的声音明显愤怒起来。什么？旷工？你在我们这里15天没日没夜的加班，怎么会是旷工？是王主管安排我过去的，但现在他不承认了。人事部说没有书面的借调手续，太过分了。李总的声音很严厉。小陈，你等着，
我马上给你们老板打电话。李总，可能没用的。我苦笑道，他们就是想整我。李总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，小陈，你愿意来我们公司工作吗？我愣住了。什么？我们公司正好有个技术总监的职位空缺，薪水比你现在至少高50%。刘经理已经向我推荐过你好几次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在我们这里的表现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老实说，项目结束后，我就想挖你过来，只是不好意思开口。现在看来是时候了。我感觉心脏快要跳出胸膛了。李总，我可以考虑一下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不要考虑太久。李总笑了。对了，关于矿工的事情，明天我会安排刘经理去你们公司，把相关的工作记录都带过去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。第二天上午，刘经理真的来了，他带着厚厚一叠文件，直接到了人事部。我远远地看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半个小时后，刘经理从人事部出来，朝我走过来。小陈，搞定了。他笑着说，我把你这15天的工作日志、签到记录、项目文档全部给他们看了。张经理的脸都绿了，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谢谢您，刘经理。应该的。刘经理拍拍我的肩膀。对了，李总让我问你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看了看周围，同事们都在偷偷观望。王主管站在办公室门口，脸色阴沉。张经理从人事部出来，看到我就赶紧避开了视线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明白了，在这个公司，我永远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发展机会。我愿意。我对刘经理说，什么时候可以过去？越快越好。刘经理高兴地说，李总等着你呢。下午，我正式向公司提交了辞职信。王主管看到辞职信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小陈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大家都是同事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王主管，您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他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张经理也来找我谈话。陈晓峰，公司可以撤销对你的处罚，这个月的工资也可以正常发放，你再考虑一下。我摇摇头，谢谢，不用了。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同事们都很震惊。小峰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小马有些不舍。新的开始。我笑了笑。那边待遇怎么样？技术总监，薪水比现在高50%。小马瞪大了眼睛。我的天，那你可发达了。1个月后，我正式入职天成科技，李总亲自来迎接我，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陈总监，陈总监，这个称呼让我有些不习惯，但心里暖暖的。新的办公室很宽敞，有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城市，墙上挂着公司的发展规划图。我的名字就在技术团队的核心位置上，感觉怎么样？刘经理走进来问。有些不真实。我诚实地说，会习惯的。刘经理笑了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原来那个公司现在技术部一团糟，王主管被降职了，好几个项目都出了问题。我听了，心里没有任何快意恩仇的感觉，只是觉得有些唏嘘。晚上，我站在新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对面那栋熟悉的建筑，那里曾经是我奋斗了3年的地方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你好，是陈总监吗？我是华润科技的 HR， 听说您在技术管理方面很有经验，想请您过来聊聊。我笑了，这就是人生，当你真正有价值的时候，机会就会主动找上门来。那场看似不公正的对待，实际上是推我向前的力量。如果没有那15天的旷工风波，
我可能还在原地踏步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价值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有时候最大的危机就是最好的转机。当你发现自己被不公正对待时，不要只想着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而要想着如何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因为清白只能让你回到原来的位置，而价值却能带你到达更高的地方。我关上电脑，走出了新的办公室。明天又是新的开始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板当众否决我的方案。3天后竞标会上，对手公司用的竟是我的方案，我笑了。周浩成把我的方案扔回桌上时，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在看我。林泽深，你这套品牌深度的东西，客户看不懂也不想看。他的语气像在教育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们要的是3个月见效，不是3年后的品牌价值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点了点头，明白了，那我收起来。奚明远在旁边憋着笑，眼神闪烁。小李想说什么，我冲他摇了摇头。周浩成看了看手表，距离竞标还有半个月。奚明远，你来重新做个方案，务实一点的。我收起方案，离开会议室。走廊里，小李追上来，林总，就这么算了。我看着手里的文件夹，笑了笑。半个月后的竞标会，你跟我一起去看看。小李愣住了，但我没再解释。我在想，半个月够了，够让那条鱼上钩。林泽深回到办公室，把方案放进抽屉，没有锁，抽屉半掩着，能看到文件夹的一角。李敏站在门口，林总，您不锁上吗？不用，反正也没人要。林泽深坐回椅子上，打开电脑。李敏回到工位，心里不舒服。那份方案林泽深做了整整3周，每天加班到很晚。这么用心的方案，就这么被否决了。更让他不解的是，林泽深好像一点都不在意。下午，奚明远敲开周浩成的办公室门。周总，新方案我有思路了，主打性价比和快速见效，用明星代言加线上投放。周浩成点头，就是这个感觉，简单直接。你这周把框架定下来，下周完善细节。奚明远出来经过林泽深办公室时，往里面看了一眼，人不在，抽屉半开着。他脚步停了一下。接下来几天，林泽深作息很规律，准时上班下班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第5天傍晚，李敏看见奚明远从林泽深办公室出来，走得有点急。他好奇地问：奚总，您找林总有事吗？进去找点资料，没找到。奚明远说完，快步离开了。李敏走到办公室门口往里看，桌上很整齐，但那个半开的抽屉现在开得更大了一点。第2天，林泽深走进办公室，看了一眼抽屉，文件夹还在，但位置偏了3厘米，角度也变了。他拿出方案翻了几页，又放回去。这次他把文件夹摆正，用手机拍了张照片记录位置。路过奚明远办公室时，看见他在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表情紧张。林泽深端着水杯回了自己的办公室。1周后，奚明远的新方案框架完成，周浩成召开评审会，林泽深也参加了。就是这个感觉，简单直接，客户一看就懂。周浩成很满意。林总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林泽深放下方案文本，挺好的，该有的都有了。周浩成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林泽深会这么痛快的认可。会议结束，林泽深经过奚明远身边时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奚总，加油！奚明远僵了一下，挤出笑容。林泽深转身离开。
奚明远看着他的背影，手心全是汗。又过了3天，距离竞标还有4天。这天晚上，公司只剩奚明远一个人。他盯着桌上的新方案，心里不踏实。太常规了，和其他竞标公司的思路不会有太大差别。他想起了林泽深被否决的那份方案。说实话，那个方案确实有想法。如果能拿到那个方案的内容。奚明远站起来，走出办公室。走廊很安静，只有安全指示灯在闪烁。他推开林泽深的办公室门，没锁，打开抽屉，文件夹静静地躺在里面。他拿出来，快速用手机拍下每一页，拍完后放回抽屉。但因为紧张，位置没摆准，他快速离开了。走廊尽头消防通道里，一个微弱的红灯在闪烁，那是监控摄像头的指示灯。第2天，林泽深走进办公室，第一件事就是看抽屉，文件夹的位置又变了，移动幅度更大。他拿出手机对比之前拍的照片，位置不对，连封面朝向都变了。他打开方案检查，每一页都在，但有几页纸张边角有轻微弯折。林泽深把方案放回去，坐在椅子上点了根烟。李敏端着咖啡走进来：“林总，今天的会议安排。”“小李，半个月前我让你订竞标会的旁观席，定了吗？”“定了，后天下午2点。”“很好，后天记得提前10分钟到。竞标前1天，周浩成召集团队开会，明天就是决战了。我们的方案很扎实，但竞争对手也不弱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”周浩成看向林泽深：“林总，明天您会来现场吗？”“会，我想看看热闹。”林泽深简短的回答。周浩成点点头：“那就一起去。”会议结束，奚明远走在走廊里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一条匿名短信：“方案收到了，谢谢。”奚明远脸色瞬间煞白，快速删掉短信。他没看到。走廊尽头，林泽深正靠在墙上看着他。竞标会当天，林泽深提前半小时到了华谊大厦。他在旁观席最后一排坐下，点了杯咖啡。周浩成带着奚明远和同事走进来，坐在参会企业区域。奚明远四处张望，表情紧张。苏清雅带着团队走进来，穿着深蓝色职业套装，气场很强。他抬头时看见了林泽深，两人对视1秒，他迅速移开视线。林泽深注意到，他握遥控器的手紧了紧。竞标会开始，主办方介绍项目需求，华谊新产品的品牌推广，预算充足，要求3个月内见到市场反响。第一家公司方案中规中矩，明星代言加广告投放，评委们礼貌鼓掌，表情不算热烈。第二家稍好一点，提出联名营销概念，但还是常规打法。周浩成看了看自己公司的方案，思路和前2家差不多，心里开始打鼓。第3家公司上场，苏清雅走上台，按下遥控器， PPT 第1页，让产品成为文化符号，华谊新品的破圈之路。周浩成看到这个标题，整个人僵住了。这个标题他见过，就在林泽深那份被否决的方案里。他猛地回头看向林泽深，林泽深正平静地看着台上，手里的咖啡杯举到唇边，慢慢喝了一口。苏清雅开始讲解，从目标人群心理分析，到产品定位的文化锚点，再到传播节奏的3阶段设计，每一页都很精致，逻辑清晰。周浩成冷汗都出来了，不仅标题一样，整个框架、逻辑，甚至某些表述，都和林泽深的方案高度相似。评委们认真记录，市场总监频频点头。
奚明远脸色惨白，手紧紧攥着公文包。苏清雅讲到第5页时停顿了一下，那页是关于文化锚点的具体选择。他组织了一下语言才继续，语速明显慢了。后面几页，他更像在复述 PPT 文字，而不是阐述自己的思考。林则深放下咖啡杯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苏清雅讲完，评委们热烈鼓掌。市场总监说，这个方案很有新意，我们会重点考虑。他经过最后一排时，看到林则深，两人对视1秒，他迅速移开视线。第4家，天成广告，轮到周浩成他们了。奚明远上台，华谊新品快速破圈方案，性价比与市场覆盖策略，方案扎实，数据详实。但讲完后，评委反应明显不如刚才热烈。市场总监礼貌点头，谢谢，方案我们会认真评估。奚明远下台时双腿发软，他知道他们输了。竞标结束，周浩成坐在位置上没动。林则深从后排走下来，经过他们身边时停了一下。周总，方案讲得不错，但客户好像更喜欢盛世传媒那个。周浩成抬起头，脸色铁青。林则深，出去说。3人走到走廊，周浩成压着怒火，方案是怎么回事？苏清雅用的和你半个月前做的一模一样，是你给他的。林则深靠在墙上点了根烟，我为什么要给他？那他怎么会有被偷的呗？林则深淡淡地说。周浩成愣住，奚明远脸色更加苍白，从我办公室抽屉里偷的。林则深看着奚明远，10天前有人进了我办公室拍了方案，我办公室有监控摄像头，装在消防通道那个角度。奚明远身体晃了一下，林则深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点开视频，画面里奚明远走进办公室，打开抽屉，拿出文件夹，用手机拍照。时间戳显示10天前晚上9点。周浩成看完，脸色铁青。奚明远，是你？奚明远说不出话来，他没想到林则深装了摄像头，而且位置这么隐蔽。周总，我……周浩成深吸一口气，转向林则深，你早就知道他会偷。2个月前，公司有份报价单泄露，我就怀疑有内鬼。林则深说，所以我在办公室装了隐蔽摄像头，想抓内鬼，但一直没证据。直到这次，周浩成皱眉，所以你故意做了个会被否决的方案。对，周总，我了解您的风格，您要快钱，不要长期建设。林则深看着周浩成，我算准了，您会否决这个太理想化的方案。方案被否决后失去了价值，内鬼就会觉得有机可乘，所以我故意把抽屉半开着，等于上钩。周浩成目瞪口呆，林则深从一开始就在设局，可是如果你早知道会被偷，为什么还要做？为什么不直接揭穿内鬼？因为没有充分证据啊，我只是怀疑，不知道是谁。林则深笑了笑，所以需要让他主动暴露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诱饵。而且我也想看看，我这个不接地气的方案在市场上到底值不值钱。周浩成沉默了，刚才竞标会上评委们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市场认可这个方案，只是他自己看不懂。林总，对不起，是我看走眼了。周浩成声音沙哑，您没看走眼。周总，林则深摇头，您要立刻见效，我做长期价值，这是2条不同的路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盛世传媒用的是你的方案，如果他们中标了，放心，他们中标不了。林则深说得很肯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方案是残缺的。林则深踩灭烟蒂，
周总，您不会真以为我会把完整方案放在抽屉里让人偷吧？周浩成愣住，奚明远也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泽深。奚明远偷走的方案看起来完整，实际上缺了最核心的部分。林泽深平静地说：“文本里有框架、逻辑、数据，看起来什么都有，但最核心的执行策略我没写进去，那部分只在我脑子里。所以苏清雅可以把方案讲得很漂亮，但一旦进入执行验证，就会露出破绽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落地。”周浩成深吸一口气，他现在才明白林泽深有多可怕，从头到尾都在算计，每一步都在掌控中。接下来等华裔通知执行验证，到时候真相就会揭晓。林泽深说：“周总，您是回公司处理奚明远的事，还是等着看好戏？”周浩成看了看奚明远，又看了看林泽深。我等着看，我想知道这件事最后会怎么样。4天后，华裔通知盛世传媒进行执行验证，周浩成和林泽深一起去了现场。奚明远已经被停职，没有来。华裔市场部会议室里，苏清雅带着团队准备好了。今天主要验证方案的可执行性，我们会模拟实际场景，请你们给出具体执行方案。市场总监说：“前半段很顺利，关于传播渠道、预算分配、时间节点的问题，方案文本里都有。”苏清雅回答得很流畅。40分钟后，市场总监提出新问题：“你们方案里说要让产品成为文化符号，具体怎么做？用什么文化锚点？如何在3个月内建立这个认知？”苏清雅顿了一下，方案文本里没有详细说明。他快速翻看资料：“我们会选择符合目标人群价值观的文化 IP 进行合作，具体是哪些 IP？” 市场总监追问：“这个需要根据市场调研结果来确定。”苏清雅声音不确定：“那你们做过调研吗？能给我们看看调研报告吗？”苏清雅沉默了，她手里没有调研报告，方案里提到的数据她也不知道从哪来的。还有，你们说要用文化锚点建立品牌认知，但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？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为什么文化符号路线是最优解？苏清雅说不出话来。方案里有很多漂亮的词汇和完整框架，但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会议室安静的尴尬，市场总监皱眉：“苏女士，恕我直言，你们的方案看起来很完整，但你们对方案的理解似乎很表面。我怀疑这份方案不是你们原创的。”苏清雅脸色刷白。林泽深站了起来：“市场总监，我能说2句吗？”市场总监看向他：“您是？”林泽深，这份方案的原作者。林泽深走到台前，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市场总监愣了一下：“您说这方案是您做的？”“是的，而且我可以证明。”他从包里拿出 U 盘，插进电脑，打开的是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有几十个文档。这是方案的完整创作过程，从最初的市场调研，到人群分析，到策略推导，到最终成稿，每个文件都有时间戳和修改记录。他打开第一个文档，是长达30页的市场调研报告。这是我1个月前开始做的基础调研，目标人群是25到35岁职场人士，核心痛点不是产品功能，而是情感需求。他们需要某种象征，证明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是有价值的。市场总监仔细看着屏幕，表情越来越严肃。林泽深继续点开文件，这是人群画像分析，这是竞品研究，
这是策略推导过程，最后这个是完整版方案。他打开最后一个文档，那份方案和苏清雅手里的基本一致，但多了10几页内容，详细阐述了执行逻辑、文化锚点选择依据、传播节奏设计原理。市场总监对比后发现，苏清雅手里的方案正是缺了这些核心内容。林先生，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2个版本吗？因为我发现公司有人想偷方案，所以故意做了个残缺版本。林泽深平静地说，文本看起来完整，但缺少执行的灵魂，这样就算被偷走，对方也做不出真正的效果。他看向苏清雅，苏女士，您应该明白了，您手里的是哪个版本？苏清雅低下头，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讲这个方案时总觉得心虚，因为她根本不理解核心逻辑，只是拿到了一个漂亮的空壳。市场总监看着苏清雅，苏女士，方案是从哪里来的？苏清雅沉默很久，最后抬起头，对不起，方案确实不是我们原创的，是别人给我的。我鬼迷心窍，以为捡到了宝。他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市场总监点点头，转向林泽深，林先生，既然您是原作者，能否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个方案的核心逻辑？当然可以。林泽深走到投影前，刚才苏女士答不上来的问题，我来回答。他翻到文化锚点那一页，为什么要选择文化符号路线？因为华裔的新产品在功能上和竞品没有本质差异，价格上也没优势。如果只是做传统推广，用明星代言、大规模投放，最多带来短期销量，3个月后热度一过，产品就会泯然众人。他看向华裔团队，所以我选择的路径是把产品和某种文化情绪绑定，具体是职场年轻人的倔强与坚持。贵公司产品定位是高端办公用品，目标人群25到35岁职场人。这个人群的核心痛点不是产品功能，是情感需求。他们需要某种象征，证明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。他点开调研报告，根据我的调研，68%的目标人群表示，购买高端办公用品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，这不是功能需求，是情感需求。所以我们不是在卖产品，而是在卖一种身份认同。会议室里的人都在认真听。林泽深继续讲解如何选择文化 IP， 不是选热门的，而是选符合目标人群价值观的。如何设计传播节点，不是追热点，而是创造话题。如何在3个月内建立认知，不是广告轰炸，而是精准的圈层渗透。每一个策略背后都有清晰的市场洞察和人群分析。讲完后，会议室里响起掌声。市场总监站起来，林先生，您的方案让我印象深刻。我能问一下，您现在在哪家公司？暂时还在天成广告，但可能不久就会离开了。那不知道您是否有兴趣直接和我们华裔合作？这个项目我们希望由您来负责。林泽深看了一眼周浩成，周浩成脸色复杂，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林泽深说，您说。我不按方案收费，我要按效果分成。如果3个月内达不到预期效果，我分文不取；如果超出预期，我要20%的销售增长分成。市场总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林先生，您对自己很有信心。不是信心，是我对这个方案负责。林泽深平静地说。市场总监伸出手，成交。2人握手。苏清雅收拾好东西，带着团队默默离开。
经过林泽深身边时，他停了一下。林总，对不起。林泽深看着他，清雅，你应该明白的，真正的策划不是文字和 PPT， 是思考方式，这个你比谁都清楚。苏清雅咬了咬嘴唇，我知道，是我太急功近利了，谢谢您给我上了一课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，走出华谊大厦。周浩成追上林泽深，林总，等一下。林泽深停下脚步，奚明远的事我已经处理了，他被开除了，你能留下来吗？林泽深摇了摇头，周总，不是奚明远的问题，是我们对什么是好策划的理解从根本上就不一样。您需要能快速变现的方案，但我擅长的是品牌长期建设，与其互相勉强，不如各找合适的路。周浩成沉默了，他知道自己留不住林泽深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可能成立个工作室吧，接一些真正需要品牌建设的项目。周浩成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林总，对不起，是我看走眼了。不是看走眼，只是路不同。林泽深说，周总，您的那套快钱打法对某些项目确实有效，但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。这次的事让您损失了一个项目，但也帮您找出了内鬼，不算亏。周浩成苦笑，你说的对，那就祝你以后一切顺利。两人握了握手，林泽深转身离开。周浩成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2个月后，林泽深完成了华谊新品的品牌推广项目，数据远超预期，产品不仅销量爆发，而且真的成了某种文化符号。年轻职场人在社交媒体上晒这个产品，成了一种身份表达，用它证明我还在坚持。这句话成了网络热词。华谊集团邀请长期合作，业内几家公司也找到了林泽深。林泽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李敏成了第1个员工。林总，您当时就知道会有今天吗？李敏有一天问他。林泽深坐在工作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城市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今天，但我知道，好的东西总会被市场认可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他转过头看着李敏，做策划这行，最重要的不是说服客户，而是说服市场。客户可能不懂，但消费者会用脚投票，所以与其花时间解释，不如花时间把东西做好，市场会说话。李敏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林泽深重新拿起手里的项目资料，那是一个新的品牌建设项目，周期要2年。客户说，我们不急着赚快钱，我们想做点有长期价值的东西。林泽深看着资料，嘴角上扬，这样的客户才是他想要合作的。窗外是傍晚的城市，华灯初上，他重新打开电脑，开始构思新的方案。这一次，没有人会质疑他的选择，因为他已经用结果证明了专业的价值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